大家好，我是4213，相信大家都已经看过了《魔兽世界 10.0 巨龙时代》的 CG 了吧？我当时是和直播间的观众一起看的这场发布会，看完之后，我和直播间的部分观众都认为这个 CG 确实不太好看，因为它不像过去各大版本的开场 CG， 有着精彩的打斗大场面，也没有强力的敌人登场，只是很老实的讲述了一个有关于巨龙群岛的故事。但随着这几天我对 CG 进行了细致研究以及资料汇总，我对新 CG 的看法改观了，并且开始期待 10.0 了。所以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这个 CG 中到底展现了哪些细节，巨龙和巨龙群岛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相信我，看完这期节目你一定会觉得很有趣的。先赞后看，精彩的节目马上开始。巨龙群岛是魔兽世界 10.0 版本的主冒险舞台，以下我们简称巨龙群岛为龙岛。关于龙岛的概念，其实在魔兽世界还处于开发时期就已经存在了，不过这个项目也在很早的时候就被砍掉了。在过去某些版本的测试服地图上曾短暂出现过龙岛，只是龙岛始终活不出测试服，直到魔兽的第9个资料片巨龙群岛才正式出现在玩家面前。暴雪用了足足5分钟的 CG 来讲述龙岛的过去与现在，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看看 CG 中有哪些值得注意的细节。CG 镜头一上来就给出了时间信息，10000年前，红龙女王阿莱克斯塔萨的第一句话外音“世界分崩离析”，明确指出了当前的时间点为上古之战末期的大分裂事件发生后。该事件直接导致了一整块卡利姆多大陆4分5裂，接近80%的陆地沉入了海底，造就了现如今艾泽拉斯地理的基础格局。为什么说是基础格局呢？因为随着艾泽拉斯历史和游戏版本的推进，有越来越多的大陆和岛屿被人们所发现，并且有些岛屿的位置会随着一些重大事件而发生位移。我们已知位移最明显的区域就是库尔提拉斯，而龙岛的地理位置也同样在历史进程中发生了位移。很快，下一组镜头就给到了地理信息。画面显示，龙岛距离大分裂的中心尚有一定距离。根据过去暴雪各版本的地图设计稿，我们可以看出，万年后的龙岛在位于奎尔萨拉斯以西、洛丹伦以北的海域。我估计在 10.0 上线后，龙岛也会是在这片区域，至少有破碎群岛那么大的规模。好吧，最新的情报说龙岛会诺森德那么大，可是万年前的龙岛在什么方位呢？根据官方的说法，龙岛本身是卡利姆多大陆的一块，在大分裂事件发生后才碎裂成群岛的。再接着来看 CG， 在画面展现时间和地理要素的同时，还有一个贯穿始终的道具，即一直位于屏幕中央发出巨大光芒的灯塔。至于这个类似于灯塔的建筑物是什么，后面会给出答案。阿莱克斯塔萨的话外音继续说道：“世界分崩离析，发出了痛苦的呼喊，我们必须去帮助他。”伴随着话外音，画面上出现了一个石头人，正抬头看向天空。注意，这幕镜头中也出现了灯塔，连续多次出现的灯塔足以证明其重要性。接着，石头人看到空中有3头龙依次飞过。注意细节，为什么是3头龙飞过呢？联系到时代背景，上古之战中期，5色巨龙军团中的黑龙军团领袖奈萨里奥被上古之神腐蚀，导致他背刺了自己的盟友蓝龙军团，几乎被奈萨里奥团灭。所以在上古之战末期的大分裂事件中，只剩下3色巨龙军团去参战了。画面上的3条龙实际上是泛指3色巨龙军团。回到 CG 中，接着阿莱克斯塔萨说：“我们世代居住的家园就托付给你们了，看护者。”这看护者指的就是石头人。我去查了一下，这里说的看护者是指泰坦保卫者。看护者、保卫者是新旧译名上的不同，实际意义是一样的。比看护者等级更高的是守护者，也就是奥丁、莱、提尔那一种。看护者在艾泽拉斯的各个区域都有分布，根据区域不同，暴雪为他们设计了风格不同的造型。比如最初一批看护者借鉴了北欧神话风格，后来在奥丹姆的看护者属于埃及神话风格，在赞拿拉的看护者属于阿兹特克风格，而这次龙岛的看护者则借鉴了希腊风格。CG 中出现了2种造型的看护者，一种是卷发卷须、宝石头饰的领导级看护者，另一种是短发络腮胡、普通头环的打工人看护者。只见领导扭动开关，关闭了灯塔，霎时间云雾渐生，看护者也站上了各自的岗位。随着岛屿被云雾完全笼罩后，阿莱克斯塔萨的话外音继续说道：“让这片土地沉眠，隐藏在我们的视线之外。大地苏醒的时候，你们就能感觉到我们的归来。那时你们必须点亮提尔要塞的道标，否则我们就永远找不到回家的路了。”说话间，岛上不同区域的看护者也陷入了休眠状态。
这段话里的信息量较大，我们一个个提取。首先，我们知道了那座很重要的灯塔是提尔要塞的道标，关闭道标可以将龙岛隐藏在所有人的视线之外，就连巨龙本身也不例外。如果没有重新点亮道标，巨龙就永远都找不到回家的路。这里的家呢是一个重点，涉及到了龙岛的设定。由于内容相对比较多，这里就放在后面再来详细介绍。继续回到 CG 中，万年前巨龙群岛的最后一个镜头，给到一位驻守在岸边的看护者。啪的一下，很快啊，时间来到1万年后的现在，一股来历不明的震动唤醒了这位周身满布苔藓的看护者。我去查了一下资料，看护者名叫克拉诺斯，这里暂且音译为克拉诺斯。当克拉诺斯睁开眼后，他看到海水中泛着奇异的蓝色光芒，似乎有某种能量蕴藏其中。克拉诺斯看到远处的同伴，手臂和面部都已经被风化腐蚀，同时多个镜头给到了海水的特写。难道说唤醒克拉诺斯的不仅是大地的震动，还有这海水中的能量？莫非这就是阿莱克斯塔萨说的大地苏醒？所以这股能量到底是什么呢？有人认为这可能是艾泽里特能量，因为艾泽里特在最近被典狱长抽取过。你别说，初看的时候颜色还真的有点像，不过液态的艾泽里特颜色呈金黄色才对，所以这应该不是艾泽里特。具体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我们也放到后面。这时又发生了一次地震，克拉诺斯回头看了看提尔要塞，想起巨龙临走前的嘱咐，重启道标。尽管同伴也被风化，但他还是决定去完成这个任务。下一组镜头，克拉诺斯出发前往要塞，镜头特写给到花朵绽放，这代表生命正在复苏。同时大地裂开，时不时迸发出岩浆。再下一组镜头，看护者的手杖发出光芒，要塞受到感应，开启了大门。期间背景的岩浆缓缓从山体间流出。在克拉诺斯准备进入要塞时，看到门前的看护者同伴也被风化腐蚀了。进入要塞后，可以看到巨大的泰坦装置，装置的设计风格与我们之前见过的泰坦装置大致相同。这些装置上刻的符文是泰坦铭文，在不少地区的泰坦设施上也有同款铭文。顺带一提，一些老玩家应该记得，在过去版本有一个强化技能的雕纹铭文系统，在该系统的界面上也可以看到一些泰坦铭文。4.0 的测试服中曾出现了一个名叫泰坦之路的系统，但最后这个系统因为和铭文差别不大，所以取消了。接着在克拉诺斯通往要塞上层的过程中，地震和岩浆崩裂的情况越发严重了。来到上层平台后，克拉诺斯先是看了看道标，然后又看了看那位在万年前关闭道标的领导级看护者。领导与他的同伴一样，风化破损严重。克拉诺斯表情悲伤，因为他知道自己很有可能是龙岛上的最后一位看护者了。而为了完成巨龙的嘱托，他启动了道标的机关。随后他便发现道标机关产生了故障，不能自动合拢了。于是他决定爬上最高处去手动合拢道标。在攀爬的过程中，他的身体逐渐崩裂，与此同时岩浆也渐渐翻涌到了上层平台。期间他还差点跌落了下去，好在他还是顺利地爬上了高塔。注意看，在克拉诺斯准备合拢道标时，背景画面中云层的颜色是一片灰蒙蒙的。而当他逐渐合拢道标，由上至下的能量成功激活了泰坦装置后，天空中的云层显现出绿色、蓝色以及左下角不太显眼的红色。克拉诺斯为了最后阶段的合拢显得非常吃力，身体的裂痕由手延伸至头部。终于克拉诺斯成功的合拢了机关，一瞬间遮蔽龙岛的云雾散开，合拢时迸发的巨大冲击力将克拉诺斯推了下去。下落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岩浆正在逐渐熄灭，而即将坠地的克拉诺斯看到道标已经激活，也安心地闭上了眼睛。在坠地的前一刻，阿莱克斯塔萨突然出现，飞身将其救下，并用一连串漂亮的飞行动作载着克拉诺斯在空中翱翔。接下来克拉诺斯看到远方飞来了4头巨龙，前3头龙的颜色比较容易辨认，分别是青铜龙、蓝龙、绿龙。距离最远的龙因为光照看不太清颜色，将画面放大一些之后可以看到是黑色的龙身，红色的龙翼，这是标准的黑龙造型。随着道标的点亮，历经万年的巨龙们又回到了属于他们的家园。只不过这回家的速度似乎也太快了点，难道说他们都有瞬发炉石？我认为有这么一种可能，在泰坦装置被激活时，巨龙就已经感应并来到了群岛附近，只不过他们被挡在了云雾屏障之外，所以在镜头的云层中才会出现蓝绿红3色。如果你要问为什么没有黑黄2色，那可能是因为镜头只展现了一个角度。继续来看 CG， 在巨龙飞向提尔要塞的画面中，可以看到岩浆已经基本消失了，只剩下了熄灭后的烟雾。那么为什么影片中会反复出现岩浆呢？这个问题也会放到后面再来解答。再往后可以看到有越来越多的龙回到了龙岛。
阿莱克斯塔萨边飞边说：“这个世界正在复苏，但他的命运依旧坎坷未明。只要齐心协力，我们就能再度成为艾泽拉斯的守护者。”崭新的巨龙时代即将拉开序幕。随着阿莱克斯塔萨的一声龙吼，以代表五色巨龙的光芒为背景，魔兽 10.0 的副标题出现，英语直译为巨龙军团。国服这边给的译名是巨龙时代。不管是巨龙军团也好，巨龙时代也罢，总之 10.0 是在讲述有关巨龙的故事。在之前争霸艾泽拉斯的版本中，黑龙王子拉西奥就曾派出过密探，想要寻找巨龙群岛的下落，所以当时很多人都推测 8.3 版本的内容将是龙岛和尼奥罗萨。然而拉西奥一直都没有找到龙岛，通过 CG 我们也知道了他为什么找不到的原因了。万年前道标关闭之后，所有的龙类都失去了龙岛的方位，所以他们自然也就找不到了。话说在大地的裂变版本结束时，阿莱克斯塔萨说上古之力已经耗尽，巨龙的时代即将落幕，与阴影抗争的凡人才是艾泽拉斯真正的守护者。然而经历5个版本后，他说只要巨龙齐心协力，就能再度成为艾泽拉斯的守护者，崭新的时代即将拉开帷幕。把这2段话对比起来，初看确实有那么点闹着玩的感觉，因此这也被很多玩家拿来吐槽玩梗。然而却很少有玩家知道，其实在官方小说《巨龙的黎明》中就讲述了几位失去力量后的巨龙通过提尔的火光回顾了在数万年前还是始祖龙的他们与加拉克龙的那场大战，这使他们意识到就算自己不再是守护巨龙，也仍可以以巨龙的方式守护这个世界。所以乍看之下巨龙卸下了重担，但实则他们仍在帮助这个世界。从军团再临到暗影国度，一直都有巨龙们的相关剧情，而玩家也会时不时寻求巨龙们的帮助。所以其实巨龙从未远离，只是主角已不再是他们了。如今在经历了阴间版本暗影国度后，新版本的舞台回到了艾泽拉斯的龙岛，巨龙们也将再次回归大众的视野。10.0 的剧情会相较前几个故事连接紧密的版本要显得更加独立一些，所以 10.0 CG 的重要叙事目的便是向观众们介绍巨龙群岛。视频开头我说过，当时在看完 CG 后，我对新版本的期待度并不高，但我后来慢慢觉得这也许不是一件坏事，也许少了期待反而更容易收获一些意外惊喜。在去年成立的玩家社区的帮助下，暴雪也确实做了一些良性改动，比如 9.25 版本里将更新的跨阵营组队就是在议会的反馈建议下做出来的。虽然这个系统还有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总体来说方向还是好的，所以我目前对 10.0 持看好态度，并且也很期待新版本的剧情。好了，现在该言归正传，解答一下前面留下的3个问题了。海里的神秘能量到底是什么？影片中为什么会反复出现岩浆？巨龙群岛的设定又是什么？为了解释这3个问题，我结合手头现有的资料和编年史中的记载，整理出了一段与巨龙以及巨龙群岛有关的故事。由于艾泽拉斯在万年前的历史记载有断代，部分事件没有明确的发生年份，所以以下内容我是做了可能性猜测的，真实情况还以 10.0 上线后的官方时间线为准。故事要先从泰坦守护者提尔开始说起。虽然提尔的大名玩家早已如雷贯耳，但这位最务实、最具有牺牲精神的守护者，却在游戏中连一个建模都没有，所以玩家都没有见过这位守护者的真容。盲猜一波，提尔的化身可能会在 10.0 中出现，而以下画面中出现的提尔，并非是他应有的样貌。在数万年前，5条颜色各异的始祖龙与泰坦守护者提尔，在卡利姆多北部的冰封雪原，齐心协力击败了凶残的死灵始祖龙加拉克龙后，除奥丁之外的守护者们齐聚一堂，为5条始祖龙授予了泰坦赐福，令他们成为了全新的物种守护巨龙。5条守护巨龙各自掌握了独特的能力，以不同的方式守护艾泽拉斯世界。守护者还用魔法改变了始祖龙蛋，使其能孵化出守护巨龙的子嗣。后来这些颜色各异的龙便构成了5色的巨龙军团。守护者们在加拉克龙死去的地方修建了龙眠神殿，这里将作为龙类集会和共商要事的圣所。但是随着龙群数量的不断增加，冰封雪原已经不能满足龙群的居住需要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提尔带着龙族以及部分始祖龙来到了一块苍翠而原始的土地，这里充满了元素与生命能量。龙群对这里很是满意，于是决定在此定居。之后提尔带领一些看护者在这片土地的中心区域建造了提尔要塞以及各种泰坦装置，这里将作为巨龙们共同的家园，也是巨龙们的大本营，同时还是5大巨龙军团的力量与秘密之源。
负责守护时间流的青铜龙军团将驻守在此地，确保艾泽拉斯的过去和未来的安全。而在这片中心区域的周边，也有着广袤多变的地理环境。各巨龙军团选择了适宜的环境作为其族群的居所，红龙和黑龙军团选择在充满狂野元素魔法的地区定居，绿龙军团则选择在充满自然气息的平原地区扎根。酷爱知识的蓝龙军团选择在静谧的临海雪原地区生活。另外，在这片土地上除了有巨龙，还有一支原始的半人马部族，在荒野之神的指引下来到了这里定居。虽然之前历史学家一直认为半人马种族是扎尔塔与色莱德斯结合的产物，但如今看来，半人马种族的起源恐怕要追溯到更早之前了。在这片肥沃且富有生机的土地上，还有熊怪、冰雪豺狼人、海象人、鳄鱼人，以及2个原生种族元素半巨人贾拉丁和鸭子。巨龙与这些种族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就这样，龙族在这里繁衍生息。提尔留下了一些看护者帮助巨龙，而自己则回到了奥杜尔地区。时间转眼过去了几万年，某天，提尔突然发现同为泰坦造物的维库人在向土灵发动战争。调查过后，他才发现是守护者之一的洛肯，在古神尤格萨隆的影响下，逐一背叛了其他守护者。泰坦造物的内战也是洛肯煽动的。接着，提尔与他的朋友出面，带领土灵发动反击。谁知敌人后续的攻势实在太猛，寡不敌众之下，提尔只能请求守护巨龙出战。当5色巨龙军团出现在天空中时，很快就席卷了维库人大军。伊斯拉和诺兹多姆使用能力，让许多狂躁的维库人陷入了长久的沉眠。之后，为了获取洛肯背叛的证据，提尔与守护者同伴从奥多尔中制取了一件记录着艾泽拉斯上所发生的一切的圣物——诺甘农圆盘。得手后，提尔等人果断带着大批包括土灵、机械侏儒、向往和平的维库人在内的泰坦造物，携圆盘向着大陆东南方逃去。而洛肯这边为了阻止提尔夺回圆盘，他派出了2位古神的仆从去干掉提尔等人。很快，古神的仆从就追上了提尔一行人。提尔坚定地留下断后，让同伴带着圆盘和泰坦造物继续南下。经过了多天的鏖战，提尔引爆了身体中残存的泰坦之力，成功阻止了古神仆从的追击。为了纪念提尔的英勇牺牲，他倒下的地方被后人命名为提尔之陨，维库语读音为提瑞斯法。是的，这里就是后来的提瑞斯法林地。维库人选择在这里定居，守护提尔之墓，而提尔的同伴则带着土灵与机械侏儒来到了南方的奥达曼。他们将诺甘农圆盘存放在其中，并立誓用生命守护艾泽拉斯的历史。这里有个问题，为什么提尔在被敌人追杀时，守护巨龙没有来帮忙呢？现在看来，这极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当时也遭遇了一场危机。在守护巨龙帮助提尔解决了泰坦造物的内战事件后，始祖龙族群与守护巨龙族群间就龙族是否应该拥抱泰坦之力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辩论。这些始祖龙原本就是具有元素之力的龙种，因此他们认为泰坦之力是一种束缚，只有元素之力才是最强的。而守护巨龙都爽了这么久的泰坦之力了，当然是不认同始祖龙的说法。很快，这种矛盾就升级成争吵、仇恨，甚至是战争了。守护巨龙与4位元素始祖龙王率领各自族群展开了一场大战。这4位元素始祖龙王的战役名为火山、雪崩、山崩、雷暴。最后，始祖龙被巨龙合力打败，并将始祖龙王关进了牢狱中。后来，时间又过去了约2000年，暗夜精灵种族在永恒之井岸边崛起了。同时，由于血肉诅咒的影响，土灵和机械侏儒慢慢演变成了如今的矮人与侏儒，而那些维库人则慢慢演变成了如今的人类。注意，这段演变的过程极其漫长，需要约万年时间才能完全演变成功。不过，这些新种族的出现，守护巨龙们都看在眼里，他们也会时不时幻化成凡间种族的样貌。值得一提的是，大地守护者奈萨里奥为了提防元素始祖龙在未来可能造成的威胁，他创造了能够驾驭5色巨龙魔法的实验体种族龙希尔。龙希尔也能像巨龙那样幻化为凡人的形态。时间来到黑暗之门开启前1万年，燃烧军团察觉到上层精灵在滥用永恒之井中的魔法能量。萨克拉斯蛊惑艾萨拉女王，让燃烧军团通过传送门进入了艾泽拉斯，由此引发了上古之战。战役期间，青铜龙军团领袖诺兹多姆被困在了异常时间流中，而黑龙军团首领奈萨里奥则被上古之神腐蚀了心智。奈萨里奥甚至还利用名为巨龙之魂，后世被称为恶魔之魂的神器，重创了自己的巨龙盟友，
这次背叛使得他被人们称作是死亡之翼。该事件无疑是对巨龙军团的沉重打击，但阿莱克斯塔萨却并没有放弃，他继续领导巨龙与燃烧军团作战，终于在马法里奥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成功的摧毁了永恒之井，阻止了军团之主萨格拉斯进入艾泽拉斯。大部分军团的恶魔也被永恒之井倒吸回了扭曲虚空。虽然成功阻止了燃烧军团，但永恒之井的崩塌也将卡利姆多大陆撕得四分五裂，这便是著名的大分裂事件。龙族世代生活的家园也被分裂成了巨龙群岛。大地分裂的浩劫刚平稳了没多久，永恒之井崩塌后形成的大漩涡就开始疯狂汲取艾泽拉斯上的魔法能量，龙岛上的元素与生命能量也被耗尽。守护巨龙见状，必须去帮助艾泽拉斯，这也是在 CG 开头巨龙们离开家园的原因了。看护者们依照阿莱克斯塔萨的嘱托，关闭了提尔要塞的道标，并且能量的流失也使得岛上的所有居民陷入了长久的沉睡。上古之战结束后，阿莱克斯塔萨、伊瑟拉、诺兹多姆来到了海加尔山，他们用来自母亲树的种子，在伊利丹创造的永恒之井上种出了一棵名为诺达希尔的世界之树。巨龙们为世界之树以及暗夜精灵赐福，从而达到治愈艾瑟拉斯的目的。另外，守护巨龙还封存了死亡之翼制造的大杀器恶魔之魂。在接下来的岁月里，由于提尔要塞道标的关闭，巨龙们找不到返回龙岛的路了，只得在世界的其他区域定居。再往后，巨龙们在世间的活动逐渐归于平静，又或者说是有些消沉了。直到后来黑暗之门的打开，巨龙们才慢慢活跃了起来。然后就到了我们最近编年史在讲的内容了。之后巨龙们的故事，由于视频时长的关系，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唯一要提的是，在黑暗之门开启后28年时，为了对抗死亡之翼，巨龙军团将自己的力量精华注入到神器巨龙之魂中，彻底消灭了死亡之翼。这导致他们的泰坦之力消耗殆尽，变成了普通龙。当时间来到黑暗之门开启后35年时，艾泽拉斯上因不明原因再一次翻涌起了元素能量，这使得龙岛从沉眠中惊醒，岛上的所有物种全都被唤醒了。上古牢狱中的元素始祖龙王也在蠢蠢欲动。克拉诺斯醒后看到了眼前的景象，他知道是时候换回巨龙了。前往提尔要塞的过程中，生命之花复苏，大地震颤，岩浆迸发，还有海水中的神秘能量，这一切都是元素之力在翻涌的表现。关于岩浆呢，我还有一个更酷的解释。还记得4位元素始祖龙王叫什么吗？没错，其中一位就叫做火山。当元素翻涌之时，岛上的元素龙王也感应到了。最先醒来的火山使用能力引发了山体震动以及岩浆，企图震碎上古牢狱，逃出升天。只可惜克拉诺斯成功激活道标，巨龙们也重回了自己的家园，暂时震慑住了这些古老的敌人。只不过11世纪，巨龙军团较万年前发生了重大改变。除了红龙、青铜龙军团的领导人没有发生改变以外，其余3色巨龙军团的领导人均已更替。过去，黑龙军团因为死亡之翼在上古之战中的背叛行为，一直被其他巨龙军团追杀，直到死亡之翼被击杀后，才停止了这种行为。现在的黑龙军团由拉西奥引领，不知道在将来他将如何带领族人去化解过去的成见，而卡莱苟斯以及伊瑟拉的女儿麦琳瑟拉又将如何引领各自的族群去重拾过去的荣光呢？守护巨龙能否再次成为艾泽拉斯的守护者？这些都要等到冒险者踏上巨龙群岛后才能一一揭晓了。不知道有没有人注意到啊？我先前强调的是再一次翻涌起元素能量，而上一次元素能量集体翻腾的时候还是在大地的裂变版本时期。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在那时巨龙群岛没有被唤醒呢？那是因为死亡之翼的归来撕裂了大地，混乱的元素领主相继出现，令艾泽拉斯星球感到痛苦万分。这明显与阿拉克斯塔萨说的大地苏醒相距甚远，所以那时的龙岛没有被元素唤醒。那么话说回来，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了元素翻涌呢？以目前的资料来看，原因尚不明朗。不过答案十有八九就藏在 9.25 这个过渡版本里。9.25 版本会讲述，在典狱长被击败后，亡灵天灾失去了统御头盔的管控，开始在艾泽拉斯四处肆虐，玩家也将帮助抵御天灾的入侵，而被天灾入侵最严重的区域就是诺森德。这巨龙的集会所龙眠神殿不也是在诺森德吗？想必到时候巨龙肯定不会袖手旁观的，这样一来就可以顺利引出与巨龙有关的剧情，然后再引出元素与巨龙群岛，将剧情过渡到 10.0。届时
部落和联盟的玩家将跟随神圣遗物学会和探险者协会前往巨龙群岛。玩家会帮助巨龙寻回失去的泰坦之力，因为那些古老的元素始祖龙王正打算冲破牢狱，而寻回泰坦之力的方法也很有可能就藏在奥达曼的诺干农圆盘中。最后，关于 10.0 最终敌人，很多人都已经猜到了是与永恒龙军团有关。不过呢，官方在一次访谈中表示，这次的 10.0 会和熊猫人之谜一样，最终 BOSS 在一开始并不为人所知。这么一说的话，熊猫人之谜和 10.0 确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潘达利亚与巨龙群岛一样，都是尘封万年的岛屿，又比如龙希尔与熊猫人一样，会在联盟和部落阵营中做出选择。那么这次的敌人会不会也和加鲁什有些类似，是一个成长起来的敌人？这也是让我非常好奇的地方。我只希望不要是单纯的青铜龙变永恒龙，那样的话真的很没劲。不过话说回来，在新版本中，我所期待的除了有黑龙军团如何与其他颜色的巨龙重修旧好这个剧情外，还有关于提瑞斯法林地和泰达希尔的重建。我在猜测，到时候那些找回了力量的巨龙会不会像万年前他们赐福诺达希尔那样，赐福这2块保证战与火的土地。另外值得期待的是，当青铜龙军团完全恢复了力量后，他们就又能用时光魔法带玩家回到过去，去经历一些过去的事情了。就像时光之穴的众多副本那样，说不定玩家也会参与一下与加拉克隆的大战，又或者是重温格瑞姆巴托之战，救出红龙女王。这些呢，都是我对新版本剧情有所期待的地方。希望小豹这次好好做剧情，整点好活。至此，我已经把大部分和新版本有关的内容做了个串讲，希望能够让大家对了解 10.0 产生一定的帮助。不知道大家看到这里是不是也对新版本产生了一丝期待呢？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本期节目也该告一段落了。老样子，如果本期视频能够让你对艾特拉斯更加深一些了解的话，记得关注、转发、点赞。谢谢大家，我是42有13，我们下期再见。